黃偉漢是大軍師哦，台灣更好，台灣能贏。你寫這一篇這種文章做什麼？毫無監督的意義。這是一個在野監督的媒體人寫的嗎？這一整篇只有2個目標：說民進黨初選團結好棒棒；第二個說民進黨團結啊，是我說的哦，是我說的哦，对內競爭，對外團結，是我黃偉漢說的哦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這個漢學最近連發 N 篇，從高雄初選看台灣政治哦。民進黨高雄市初選呢，昨天塵埃落定，賴瑞隆以0.6險勝邱意瑩，邱意瑩立刻宣布恭喜賴瑞隆團結高雄。徐志傑拋出和賴瑞隆的掃街合照立委選舉期間，表態支持。新聞媒體一直預測可能脫黨的林岱樺也表示接受初選結果，不會脫黨，留在立院繼續為高雄打拼。前幾天還刀光劍影，民調揭曉之後立刻迅速團結，賴邱林許4人在高雄這場初選完美呈現的對內競爭、對外團結的典範。之後加入了暖男市長陳其邁和賴清德總統，國民黨的柯志恩等於要1打6，肯定不會輕鬆。反之，如果只輸0.6，有人不服要做民調重啟，或者候選人消失成影，電話不接不表態。如果支持者不滿，包圍黨中央真的堅持參選到底，脫黨沙卡都，就會變成對內鬥爭、對外不團結。柯志恩的勝選幾率自然大大攀升。高雄初選就是台灣的政治縮影，對內競爭選總統，藍綠白都有機會；對外團結抗中共，台灣都需的一條心。如果我們團結，就不容易被分化、被侵略、被攻破；如果我們分裂，執政在野天天鬥，當殺父仇人一樣鬥，那就不用等敵人來一起，自己先垮掉都不意外。選贏的展現紀錄，包容少數；選輸的大局為重，服從多數。希望台灣更好，台灣能贏。他簡單說的是，民進黨初選結束，立刻就團結，對內競爭、對外團結的典範。他為什麼要寫這一句？這一句因為是他講，因為黃偉漢一直在強調啊，对內競爭、對外團結。服從我們的總統啊，不管是蔡英文還是賴清德，我們要服從我們的總統。為什麼？因為對外就是要一致團結啊，要對抗中共啊，這是黃偉漢的論調。所以他其實只是借着高雄市的初選來捧他自己啊，說你看這個民進黨這些人，這位6位英雄，完美的呈現了我之前說過是我說的哦，對內競爭、對外團結的典範。國民黨的柯志恩要1打6，柯志恩苦頭大嘍，之後要打6個哦，一個要打6個哦。那我就覺得奇怪，那反過來說，在各地的選區，那國民黨通過了初選，那你黃偉漢怎麼不說？那民進黨的對手要1打5、1打6，你為什麼不講？為什麼特別講高雄是1打6？你看哦，前半他講這個對內競爭、對外團結，後半他也沒在藏，他馬上就要扣到自己說的，高雄初選就是台灣政治的縮影，對內競爭選總統，藍綠白都有機會；對外團結抗中共，台灣得需一條心。我們團結就不會被分化、被侵略、被攻破。那這個不就是黃偉漢一再強調的？但問題是，你所謂的對內競爭，你有做到在野監督嗎？還是你對內就只是向權力的跪舔？這一整篇，這是一個在野監督的立場的媒體人寫的嗎？你如果今天要做一個在野監督，你一個媒體人，你寫這一篇這種文章做什麼？這篇毫無監督的意義啊！其實這一整篇只有2個目標：第一個說民進黨初選團結好棒棒；第二個說民進黨團結啊，是我說的哦，是我說的哦，對內競爭、对外團結，是我黃偉漢說的哦。哇，你看我黃偉漢是大軍師哦，台灣更好，台灣能贏。這一整篇就只是在捧民進黨跟捧他自己啊，毫無媒體人監督的成效。所以這篇我甚至覺得他也沒有在包，他自己就把答案寫出來了。團結是他講的，他捧他自己。就是漢學再出之後呢，出現了很多新的漢學辯題。這種話竟然會出現在這樣的一個深度資深的角度上，我只能說很讚。這個太資深的角度很讚啊，就是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，看山又是山。他說何謂德意志？因為高雄說0.6%賴瑞隆勝出啊，德意志的說法在媒體蔓延。那因為我剛剛說了嘛，有3家民調，2家委外的是1勝1負，就是邱意瑩跟賴瑞隆1勝1負啊，差很小，差非常小。可是呢，第3家的中央黨部民調加上去之後，平均就變成賴瑞隆贏了0.6%啊，極小的差距，可是就是賴瑞隆贏了。不止一個媒體人啊，有好幾個媒體人都說啊，這個中央黨部民調嘛，對不對？加上去才是賴清德欽點的嫡系出現。所以黃偉漢這一篇這個結果出來哦，賴清德是支持林俊憲，結果林俊憲輸了，被視為國王調配器。我印象中，我說我的印象啦，我看到前幾天其他媒體人不要說質疑，就是說嘲笑一下，就是說你中央黨部民調加上去變嫡系出現這件事情，我記得好像沒有用這5個字叫國王調配器，就黃偉漢他自己發明了一個國王調配器。國王調配器的黨中央民調，陳黎飛贏了林俊憲
5.3%。所以如果民進黨初選真的只看德意志，那唯一的解釋就是林俊憲被賴清德衝康了，故意衝到輸。這個我就覺得也是很奇怪。剛才高雄那一篇跟台南這一篇它的結構其實是一樣的。如果今天是一個正常的媒體人寫文章寫評論要做監督執政黨，那請問這2篇文章談高雄的初選，談台南的初選，有達到這個效果嗎？沒有。這2篇文章在護航民進黨中央，護航賴清德總統。我們的賴總統賴主席一定是公正無私、偉大光明。你們這些劣質媒體人還在質疑我們的賴總統，說什麼國王調配器，說什麼中央黨部民調，加上去就是賴清德嫡系一定會出現。你看台南不就打你們臉嗎？你看林俊憲輸了啊，陳亭妃贏了啊，你們這些媒體人還在質疑我的賴主席、賴總統，你們真是壞壞。高雄，我剛剛說了2家委外的民調，邱意瑩跟賴瑞榮是1勝1負，可是2個人差距，這2份民調之中差距都非常小，平均起來是邱意瑩贏1點點，第3家賴瑞榮就稍微贏比較多，所以第3家加上去就蓋掉前2家了，所以變成賴瑞榮贏，而這樣也只贏了0.6%。所以我在更早之前，我告訴你，我們媒體人什麼叫一個媒體人寫文章？是我在事前我就預判這件事情。我那時候說，因為就正常的民調，印象中事前是邱意瑩贏比較多，高雄應該是柯志恩對邱意瑩應該，可是我話鋒一轉就說，搞不好都在誤差範圍內，所以呢，我賴清德要誰出現，我就隨手徵召了賴瑞榮跟林俊憲。搞不好啊，因為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，所以果不其然，高雄的情況賴瑞榮險勝，誤差範圍內。好，那這當然是黨主席的決定嘛，難怪說有些人會質疑說，你中央黨部民調加上去改變決定的結果嘛。黃文漢發明了說，你其他媒體人叫什麼國王調配器，可是台南呢？台南因為真的是有落差啊，陳亭妃真的是基層真的是贏過林俊憲5%，5個百分點。然後我請各位想想看，今天如果高雄我賴清德，我就是要讓我的子弟兵賴瑞榮出現，結果賴瑞榮輸掉了，我沒辦法推卸責任，所以啊，我推到麥麥頭上啊，對不對？推到陳其邁啊，你陳其邁又不是我賴系的人，陳其邁以前跟小英很好，陳其邁就英系的，對不對？可是如果台南這是我賴清德自己夠凶呢，對不對？你說現任台南市長是黃偉哲，黃偉哲大家知道嘛？黃偉哲他就沒有要繼續混的嘛。台南這個盤是我本人在顧的啦。如果我今天明明林俊憲跟陳亭妃有差距了，一段差距了，我硬是讓林俊憲出來選，結果輸啊！請問我賴清德要怎麼推？我推不了啊！我高雄還可以推到陳其邁身上，我台南我要怎麼推？推到黃偉哲身上嗎？黃偉哲就沒有要繼續混了啊！我賴清德還要繼續做啊！這個其實是在鋪自己2028的路，尤其是最近蔡英文蠢蠢欲動啊！從大罷免結束之後，蔡英文就蠢蠢欲動，甚至在大罷免之前啦，蔡英文就是準備要班師回朝。所以其實這幾個月我們圈內都知道啦。賴系跟英系私底下鬥得可兇了，所以今天台南這一局很簡單，就是現實所逼，陳亭妃就是比較強。你賴清德先有高雄，好，高雄讓你的子弟兵出來了，邱意瑩吞下去了。如果你台南你還要全拿，而且要拿得這麼的粗暴，你林俊憲明明輸了5%，結果你還要硬讓林俊憲出來，當地一定是大暴走啊！而且如果最後就真的輸給謝龍介，如果台南真的丟給國民黨，哇！你賴清德你要怎麼負責？黨主席就不用做了。其實我覺得你大罷免大失敗，那黨主席就應該辭掉了啦。那你撐到現在，你撐不掉2026啦。2026到2028還有一段距離呢，對不對？如果黨主席党機器不在我手上，誰知道2027年決定總統初選的時候，當時的黨主席會不會讓我選連任啊？蔡英文不會回來選第3任啦，蔡英文不會啦。但是也難保，如果那個時候黨主席換人做，也難保2028年民進黨代表的是賴清德哦。黃暐瀚這一篇文，尤其是台南篇從高雄再到台南，台南篇這一整篇，他就是在強調我們賴總統、賴主席是公正無私、偉大光明，你們這些壞媒體人還在那邊質疑什麼德意志國王調配器，過分。分裂不團結，對不對？所以黃暐瀚第2篇就只在講這件事情了，特地幫賴清德編這個理由，說政治很複雜，人性多變，公平公正公開沒那麼難。德意志就是派最強的人出來，不是派我自己人，是派最強的，這就是我賴清德堅強的意志，叫德意志。一個正常的媒體人要寫監督執政黨的評論，這一篇完全不合格，100%就是在維護賴清德主席總統的偉光正，以及我黃暐瀚大軍師的忠心耿耿。高雄篇也是，台南篇也是。高鐵到宜蘭，今年遇到大選就地方選舉啊，那高鐵要不要到宜蘭呢？幾位縣長參選人都要求表態。其實高鐵到宜蘭這個問題是吵好幾年
那目前民進黨的林國彰是明確支持，民眾黨的陳琬惠是建議政院暫緩，國民黨的吳宗憲是謹慎評估中。然後呢，黃宏漢說：“我常說啊，我總覺得這句話之後就接貓膩了。這邊我事前沒看過哈。面對政策議題不是政黨攻防是政策議題民眾應該要詳讀、思考、冷靜。所謂詳讀就是多看資料，不要只看猛台一報。那有個新聞是說，北宜高鐵只快5分鐘票價比直鐵貴1倍成本效益遭質疑。那我就不解啊，怎麼可能高鐵只省5分鐘啊？結果一看，你是用直鐵46分比高鐵41分得到只省5分鐘結論，可是這個論述是用北宜直鐵南港到宜蘭的最短46分當基礎，刻意誤算北宜高鐵南港到宜蘭其實是20分鐘，而不是28分鐘。所以加上宜蘭高鐵新站到舊站車程預估13分鐘，得到28加13等於41的結論。所以呢，他要強調這段就是誤算刻意的操弄這個數字。他說照這個邏輯，我回台中搭高鐵應該是1個半小時，不會是47分鐘，因為我的目的地是去後火車站吃台中肉圓，搭到烏日高鐵站之後，這部分我還算同意，因為我自己的台中人坐高鐵回去那決定支持反對之前呢，容我提醒藍營支持者，又要當藍營的軍師嘍。容我提醒藍營支持者，韓國瑜院長前年曾經提過環島高鐵，當時包括韓院長、江副院長、傅崐萁總召50多個國民黨立委，通通聯署支持環島高鐵特別條例。那所謂的環島，自然包括台北到宜蘭這段。他開始綁架嘍！你們當年支持環島高鐵，所以這個高鐵到宜蘭，你們是非得同意不可不然就自打臉他開始要勒索綁架了。最後冷靜，公眾議題都有不同面向。我光看這句話就覺得這句話一定是假中立我們繼續看下去。缺點常常同時存在，建蓋經費、行車時間計算在國發會最新的新聞稿有所不同。北宜直鐵外傳1000億可以蓋好，國發會認為至少要2200多億。多看多聽多想想，公共政策不是比藍綠，要集思廣益，讓專業的來。所以我當然就廢話吧。果不其然，我看到他該段第一句就可以猜到他後面要講什麼。這邊其實我覺得大多數的篇幅都是廢話，我認同的部分是中間這一段。我自己也是台中人然後回台中坐高鐵，從台北坐到新烏日大概是50分鐘，有些比較慢的車了不起就是60分鐘，了不起就是1個小時我們就算1個小時。以前我是要從新烏日站走到台鐵這一邊，然後再從台鐵搭區間車到台中火車站，然後台中火車站還要再坐公車回到我家所以還蠻繁複的。所以有時候我坐回台中，我可能要估2個到2個半小時。那當然後來台中捷運開通之後綠線，我從高鐵新烏日直接就上捷運的綠線，坐到北屯文心路那一邊就很快，所以我回家大概是1個小時30分到1個小時40分，我就可以回到我家了。所以的確是很快所以我這邊我同意，就是你不能夠只用最短的那一段的距離，你必須要加上前後銜接的距離。大多數的台鐵站點跟高鐵站點未必是共構，就算是共構也有中间換乘走路的時間，那個東西可能要差到10幾分鐘都有可能的。所以你在台北宜蘭這麼短的比較相对短的距離，你如果沒有把這個轉乘的空間算上去的話，你會造成數字的失真。他這段講的也不是這個新聞細節，他講這個新聞細節只是要去輔助他說有一些報道在誤導你。那我先說我不知道他說的這一篇是哪一家，不知道是中時聯合還是自由三立，我都不知道。但他說的是他認為這一篇報道是誤導的，他用了錯誤的時程估計，然後去質疑他的成本效益，站出來呼籲說民眾要詳讀要多比對資料這些都廢話。我就問嘛，你黃暐瀚在評論這些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事件的時候，你自己有做到詳讀、思考跟冷靜嗎？有啦，我相信你有做到思考了，想說怎麼樣去用漢學去包裝、去拍馬屁我相信你有思考的。冷不冷靜？我覺得也不是沒有很冷靜因為每天在看說到底有誰罵我，應該沒有很冷靜。而且你這邊說的冷靜，其實我覺得這一點也很奇怪他說的冷靜，標題寫冷靜，可是最後但他說的是優缺點同時存在，外傳1000億，國發會認為2200億，跟冷靜有什麼關係？這一段我覺得跟詳讀是差不多的對不對？那為什麼是冷靜呢？很奇怪。然後再來思考，這一段是思考嗎？我剛剛說的這一段，我光看到前面我就覺得說，容我提醒藍營支持者，我就覺得這一句話開始不妙了，他後面一定要開始帶風向了。他後面帶的風向是什麼？你韓國瑜以前曾經提過環島高鐵然後你們國民黨50幾個立委通通都聯署支持，然後再說環島就自然包含北宜這一段所以你看層層疊，你同意了 A 就要同意 B， 同意了
B 就要同意 C， 同意的 C 就要同意 D， 所以 A、B、C、D 你只能照單全收，一條龍吞下去。你有沒有印象？高鐵延伸到屏東段，就從那新左營到屏東，然後那個時候行政院不是開了2條路線，民間就在討論。那時候有比較主流的版本，當時被爆出說好像是民進黨的一些相關的政治人物在那邊有買地啊，或者在推什麼的關說什麼的，而且那個很奇怪，它其實沒有往南，它其實是平行的橫貫，它沒有真正的往那個南邊恆春那邊走，它是往東邊這邊橫貫過去，就很奇怪的路線。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行政院開了這條路線出來，就很奇怪。因為屏東市的緯度甚至比高雄市略高一點，對，是略高一點點。然後他搞了家在什麼那個他媽離屏東市超級遠，這邊就呈現出個貓膩，就是他跟你說這些國民黨立委都同意過環島高鐵，而環島高鐵包含北宜段，所以你必須要同意台北到宜蘭的高鐵。我請問各位破綻在哪裡？你乍看之下好像這個邏輯 A 推到 B，B 推到 C，C 推到 D， 感覺好像很縝密，對不對？好像你全部都要 A、B、C 全部都收。路線只有這一條嗎？就今天台北到宜蘭段開出來這個路段，我光是這個路段要怎麼走？為什麼是走這條路線？為什麼要開這條路線？中間是要走地下還是走高架？有非常多的功法，有非常多的路線可以討論。那今天行政院可能提了一個現成的版本出來，民進黨的要選的人，說我支持行政院版本，在野黨的人覺得說我可以支持北宜高鐵，但我不支持現在行政院這個版本，可以啊，這不一樣的事情啊，對不對？你不能說我支持北宜高鐵，所以你行政院端出一條大便，然後我通通都要吞下去，否則我們這些立法院的這些預算監督什麼都沒有意義啊！你們不是都同意過，對不對？所以我國防預算丟出來1兆多，你們通通都要吞下去，不就同樣邏輯嗎？剛好黃暐瀚前幾天也在寫這個，他一直在護航那個1.25兆那個軍購預算嘛，同樣邏輯，我相信在台灣各黨派的委員，包括藍白，我們都同意加強國防實力，但不代表我們要對你開出來的1.25兆空白支票照單全收吧？可黃暐瀚就可以把這些混在一起講，所以同樣的，他今天這個東西就想要用這樣子的邏輯誤導跟綁架。說啊，你們國民黨50多位都曾經同意過環島高鐵，所以也等於同意台北到宜蘭。所以你看，你民眾黨暫緩，你國民黨吳宗憲還在那邊謹慎評估。你吳宗憲要不要去問一下韓國瑜？要不要去問一下江啟臣？要不要去問一下傅崐萁？對不對？搞不好這50幾個裡面還有吳宗憲，不知道啦，就問啊！你不問，你自打臉啊！你國民黨你還要選嗎？你吳宗憲還要選宜蘭嗎？他現在就已經開始在殺吳宗憲了。所以你看，這個人的心機，他已經在開始鋪陳了。這就是一個很藍營的思考。他其實這個版本是藍營的。如果我不是這樣解，你就覺得，聽起來對啊。如果這些國民黨的人都同意了環島高鐵，那不是也應該要同意北宜高鐵嗎？吳宗憲怎麼可以反對呢？你吳宗憲反對，你不是自打臉嗎？對不對？可是我這樣一說，你就明白了。誰說行政院提的版本，我吳宗憲國民黨一定要同意？又比如說當時那個，比如說我們台中的捷運，台中捷運綠線啊，那未來可能蓋藍線。那綠線藍線當初那個開哪一條路要走地下走高架，那時候地方也是吵了好幾輪啊，對不對？那時候國民黨也吵，民進黨吵，就各自有各自的版本，最後才拍板動工嘛。這是從林佳龍時期也是嘛，捷運建設是從胡志強規劃、林佳龍，然後一直到盧秀燕，最後才集大，終於綠線蓋出來了。是，那接下來可能蓋藍線，然後就要繼續炒作不同的路線。但你不能夠說因為我們都同意要蓋捷運的，所以我今天我推的版本就是一定要經過我家的地，對不對？讓我家的地價翻10倍，這才是對的。你不同意，你就是自打臉。你不是說你同意蓋捷運嗎？但我今天就說捷運就是要通過我家房子才會漲啊，你怎麼可以不同意？廢話，你擺明就是圖利你啊！我怎麼要同意？他就是這樣層層包啦。所以他一整篇，我覺得第一個，他這樣寫叫思考，還是我拆解叫思考？他的思考只是要你去思考，引導你思考。國民黨就是雙標自大，可這是他的誘導，這是他的誘導。真正的思考是去質疑說，為什麼這一段叫做思考？這一段有什麼邏輯上推演的破綻？發現真的有。所以吳宗憲他是不是應該謹慎評估？吳宗憲也沒說反對啊，只是謹慎評估啊。但現在就開始要威脅吳宗憲，所以我開始覺得，如果他要這樣去挺，我甚至不覺得他是在挺民進黨林國章，我甚至覺得他現在就是要用這一題直接打50幾個國民黨立委。我相信他接下來如果要繼續談這一題，他一定會去把當年這個提案建設環島高鐵的那個，甚至那個什麼聯署單直接翻出來。但是他也不會爭論細節啊。你說你國民黨立委50幾個簽名簽字不算數，你就是白賊。我相信黃暐瀚他寫這一題，他是在鋪陳對整個國民黨，他甚至未必是針對吳宗憲，他也未必是要捧林國章。我覺得他是要鋪陳
攻擊這50多個國民黨立委。結論就是說，這一段就是又寫給支持人看。那如果是我啦，如果我要拉綠營的支持者，我會怎麼拉？今天對鄉土的一份情懷，宜蘭人值得擁有一個安全穩健回家的路。我不跟你講技術細節，不跟你講哪個路線，宜蘭人就是要。那宜蘭人是李典公民嗎？相對剝奪感結束了，懂嗎？懂嗎？這就是綠營跟藍營的論述方法完全不一樣。